在船底下刚醒来的杰克查看了下手机，时间显示早上5点32分。漫长的夜晚使得饥饿的杰克没有怎么睡觉，爬出船底，小狗已经在外面玩耍，发现主人醒来，跑了过来打招呼。太阳刚从地平线升了起来，但杰克还是很有睡意，趴在沙滩上不想动。小狗也跑了过去，趴在他的身边。太阳在慢慢升起，阳光照在沙滩上，原来白色的沙滩被染成了金黄色。不想动的杰克还是起身拿起小刀带在身上，朝着太阳的方向去到海边，用海水洗了把脸。远处的小狗无聊的到处乱转，但凉水浇不醒充满睡意的杰克，还是忍不住回到了船底下睡了起来。饥饿的感觉敌不过疲倦的身体，不知不觉又睡了1个小时，总算清醒许多了。爬出船底，准备开车去另一处海边找吃的，检查了下汽油和饮用水是否足够，接下来的行程开始出发。走到半路，2条铁片引起了杰克的注意，不管是谁放在这里的。拿上车继续上路，一路上捡了不少东西，铁皮、易拉罐把车厢都占满了。来到了一处浅滩，需要开到对面的沙滩上。杰克下车查看路况，水很浅，沙子也不算软，开车直接趟过水，来到了有珊瑚礁的一大片浅滩里，捡起了一只贝壳。他希望在这里再多捡几只。一大一小2条石头鱼虽然伪装得很好，但还是被发现。杰克并没有打扰他们，而是轻轻地走过，还解释了如果不留意踩到这种石头鱼，它会立刻从鱼鳍上射出含有剧毒的刺，使人产生剧烈的疼痛，不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再捡起了附近一只手掌大的贝壳，回头看时，其中1条大的石头鱼已经不见了。杰克仔细寻找，才发现它藏在了礁石底下。不熟悉海边情况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这种鱼的存在，所以危险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伴随着你。杰克撬开了刚捡起来的贝壳，里面很脏，去除了内脏之后，剩下的就只有一小块白色的贝壳肉。将其切了出来后直接生吃，带有海洋的味道和饥饿感，令杰克食欲大增，大喊好吃的不得了。吃完美食，捡了几根干柴火上车，继续开车来到了一处红树林里。这处红树林就是杰克寻找食物的最佳目的地。通过无人机可以看到大片的红树林湿地充满了生机，正等着杰克去里面探索。穿好鞋子，因为接下来行走在红树林里有可能会被不知名的昆虫或动物叮咬，他可不想因此而丧命。一只螃蟹在水底下直接被杰克用小刀给分开了2半，只拿起了2只蟹钳。又有2只贝壳从泥土里被拔了出来，敲碎贝壳，切下里面的肉当临时生吃了起来。小刀上插着一只螃蟹，螃蟹太小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将其1分为2，只留下了其中的2只蟹钳。走过漫长的红树林，回到了停车的地方，坐在树荫底下。一天没有吃东西的小狗拿出了一直放在车上的那盒狗粮。饥饿的杰克看着狗粮都流起了口水，口渴的他们大口大口的喝起了水。吃惯了海鲜的小狗对狗粮一点都不感冒。休息过后，开车离开了红树林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由于天气太热，直接把车停到了一处海边，跟他的小狗一同在海边上游起了泳。凉快过后，就在附近捡起了干柴火和干草，还将车上的木材还有捡到的2根铁片拿了下车，用刀切开一个易拉罐，用来煮螃蟹的蟹钳。生锈的小刀还是很锋利的，一下就将易拉罐给切开了。架起2条铁片，将已经切开的易拉罐放在上面试了一下稳不稳固，拿起镁棒用小刀点起了火，在海边将易拉罐洗干净，还装满了海水，拿回到火堆中，放在铁架的中间，拿出已经洗干净的一堆海鲜，全部放进了易拉罐里面。贝壳还是太脏，需要拿到海边洗干净。这时发现海边上有一条鲨鱼，马上把小狗叫了上岸，怕鲨鱼是为了小狗而来的。小狗好像不怕死，还留在海水里。为了看到这一震撼的场面，杰克快速的随便洗了下贝壳，就拿到火堆里烤，同时还拿出了无人机拍下海里的鲨鱼。原来是产鼻鲨，一共有4条来到岸边觅食。这种画面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的。看完了鲨鱼，为了让海鲜熟得更快，用2根棍子夹起易拉罐，直接放进火堆里煮。可惜把水给洒了，换了水再继续煮。蟹肉已经熟透，还是用原来的2根棍子将易拉罐夹了起来，放在了沙滩上。饿了30个小时没有吃过熟食的杰克终于可以吃上了。让他难以下咽的是那只贝壳，虽然已经煮熟，但闻起来是臭的，还是忍不住咬了一口，让他差点将吃了下去肚子的贝壳肉给吐了出来。
还是蟹钳好吃，刚打开就已经闻到了清香的蟹肉味，肚子饿的他好像几个世纪都没有吃过螃蟹肉一样，就连蟹壳也想吃进肚子里。本想给小狗吃点蟹肉，吃惯大鱼大肉的小狗根本就看不起那么一点海鲜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